这条看似普通的白线，其实是死亡分界线。无论任何人，只要迈过这条线，立刻就会失去生命体征。这时，一位不知情的男人驾车闯了进来，还没做出任何反应，立马眼皮一翻，失去了意识。随后，汽车撞上停在路旁的车辆，发生爆炸。就这样，男人糊里糊涂去了西北。离奇的事件很快引起警方高度关注。为尽快找到真相，他们不得已给警员戴上防护面具，腰间系上绳索，准备进去一探究竟。没成想，警员刚刚跨过白线，突然全身发软倒了下去。见此情景，大家立即拽着绳子将他拉回安全线这边。所幸有惊无险，警员很快苏醒。一时间，警方也搞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。原来就在几小时前，这个小镇还是一片热闹的景象。忽然，天空中传来奇怪的响声，紧接着小镇所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同时倒在地下，失去了意识，就连动物也无一例外。整个小镇瞬间笼罩在诡异的氛围下。等警察赶到现场后，以为是生化泄漏造成的集体中毒，于是找来这方面的女专家协助调查。可是附近没有化工企业，也没有毒废料，根本无从查起。正当大家一头雾水之际，女专家却看到神奇的一幕：原本躺在地下的黄牛，竟然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小镇上的人也全部苏醒，人们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随后，警察穿上防护服，对小镇展开全方位排查，可查了个底朝天，也未发现异常现象，只能不了了之。正当大家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想不到一夜过后，小镇上的女人突然集体怀孕，而且马上就要临产，顿时整个小镇乱成一锅粥。此刻产房里挤满了待产的孕妇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让大家也是焦急万分。所幸都顺利完成生产，只有一位孕妇出现难产，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产下了婴儿，可女专家却说是个死胎，然后以处理尸体为由，慌里慌张地抱走了孩子。等数月之后，家长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些孩子与众不同，还是婴儿的他们就会用玩具拼写自己的名字。可大人们还没高兴多久，可怕的事就出现了。这个叫大卫的孩子不喜欢吃妈妈的饭菜，故意打翻，妈妈只是埋怨了几句，他的眼睛突然变成诡异的蓝色，接着妈妈的身体便不受自己控制，把手伸向沸腾的热水中。就在紧要关头，邻居及时赶到才得以解救，随即孩子的瞳孔也恢复正常。事后女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选择跳崖自尽。至此，小镇类似的事件频繁发生，可人们并未在意，以为都是意外。然而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增长，他们的本性也逐渐显现。在一次视力测试中，由于医生粗心大意用错眼药水，痛的女孩大声惨叫，这一举动瞬间激怒了屋外的同伴。尽管医生不停地道歉，可还是遭到了报复。很快，为首的女孩闯了进来，发出一道刺眼的红光，紧接着操控医生拿着眼药瓶戳下了自己的双眼。而女专家一直怀疑是这群孩子干的，可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这群孩子的举止更加诡异，出行都是排着整齐的队列，而且还是男女搭配，唯有大卫独自一人。本该和他配对的女孩，当初却被女专家当成死胎抱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为此，大卫经常独自来到墓地，寻找自己伙伴的墓碑。这天恰巧遇到死去同伴的母亲，从女人伤心的眼神中，大卫读取到她的想法：晚上女人将会饮弹自尽，为此让他的内心感到特别不安。可以看出，大卫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。这天在课堂上，突然一位醉酒大叔闯进教室，对孩子们进行言语攻击，甚至拿着扫把挑衅。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随即他们瞳孔变成红色，大叔便不受控制地向门外退去，倒退着爬上楼顶，然后把扫把顶在胸口。而这一幕恰好被约翰亲眼目睹，此刻他才明白，原来小镇发生的所有事都和这群孩子有关。为弄清楚他们的身份，约翰找到曾经参与调查的女专家，从她嘴里得知，这群孩子其实并非人类，而是借助人类母体产下的一种人。之所以未敢公开，是因为这群孩子能读取别人的想法。接着他们又来到实验室，眼前的画面让约翰目瞪口呆，当初的死胎已改变模样，完全是另一副面孔。没成想，此事还是被孩子们知晓。他们找到女专家，用超能力控制她躺在实验台上，当着自己同类的面，让她拿着手术刀将自己解剖。而大卫并未参与，只是不忍地看着。随着死亡事件越来越多，小镇的村民终于觉醒，他们拿着各种器械聚到一起，准备消灭这群可怕的孩子。可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所有人就被孩子们控制。为首的女人把火把丢到自己脚下，在满脸惊恐中活活被烧死。随后大批警察就赶到小镇，他们刚刚找到孩子们的住所，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控制了意识。下一秒，警员之间就像疯了一样，开始相互残杀。片刻的功夫，就有无数人在孩子们的操控下而死去。而约翰为保护小镇居民，居然带着定时炸弹找过来，准备和这些异类的孩子同归于尽。然而他的一个眼神，差点暴露自己的意图。虽然他极力掩饰，但还是让为首的女孩产生了怀疑。随即他们一起发动超能力，想看看约翰内心的想法。没料到约翰的意念非常强大，他们始终看到的只是一面砖墙。就在这时，大卫的母亲竟然出现在身后，想趁机把大卫带走，可还是被他们发现了，结果同样遭到攻击。而大卫见状立刻跑过来，将为首的女孩一把推倒，才阻止了他们伤害母亲。随后在约翰的催促下，母亲拉着大卫一起离开。然而他们并没去追赶，而是加大对约翰的攻击力度，直至最后一刻，约翰的意念才被攻破。当孩子们看清箱子里的炸弹时，
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已经来不及逃跑。紧接着，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夜空。就这样，约翰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小镇的安宁。而这群孩子里，唯有善良的大卫活了下来。对于本片，大家有啥看法？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。